Hello，大家好。早上看到一条好消息，跑马拉松的好消息。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又被打破了。现在人类跑全程马拉松，终于跑进去了2小时。新的世界纪录还是肯尼亚选手创造的，1个小时59分30秒。好像是比之前的2小时快将近1分钟，而且是2个选手同时跑进了2小时，哇，真的好厉害！肯尼亚选手真的好牛呀！之前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基普乔格嘛，他一直保持着最快的全程马拉松世界纪录，眼看着就要破2了。但现在基普乔格应该是年纪大了吧，状态也不是很好。但是新的一代肯尼亚选手已经出来了，你觉得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更开心吧。其实最近10年来，在中国马拉松也是越来越火了，越来越火热，越来越流行了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跑马拉松，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喜欢举办马拉松。你们跑过马拉松吗？你们的城市里面有没有马拉松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上海有2场比较出名的马拉松，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嘛，都是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，10到20度左右比较适合跑马拉松嘛。太低了，太冷，温度太高，跑起来就很热的。我现在在半马苏河公园，我之前介绍过，对不对？给你们介绍过半马苏河公园，因为这附近每年要跑一次半程马拉松。这边上还有一个宝藏图书馆，也给你们介绍过。有兴趣的话，点这里去看一下，是一个非常棒的图书馆。给你们看一下外表吧。它是一个宝藏图书馆，像宝贝一样，但是呢又隐藏在闹市区，在很繁华的地方。所以我上次说它既是一个宝藏图书馆，像宝贝一样，又是一个宝藏图书馆，隐藏得很深。这边还有很多的花呢，很漂亮。这是一棵月季花，好高啊！这棵月季花跟玫瑰长得很相似，但是我也分不清楚哪些是月季，哪些是玫瑰。哇，那前面还有很多的月季，这个应该是月季吧？我说对了吗？如果我说的不对，大家在评论区也告诉我一下。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花，还蛮漂亮的。中国为什么马拉松这么火呢？我自己以前也跑步嘛，也跑马拉松嘛，可能有几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在中国去健身房啊，去运动馆还是有点麻烦的啊，尤其是去健身房，起码对我的感觉来讲，中国的健身房里面有很多的套路，
什么是套路呢？套路就是健身房里面有很多的销售人员或者健身教练，他先给你出主意，想办法怎么能够更好的锻炼，对不对？然后说着说着呢，他就让你去买课，花钱，这就是套路，像一个陷阱一样，让你去上钩，去花钱买他的课程。所以我们一般在国内不是很喜欢健身房，所以我们一般都喜欢去户外运动，在公园里跑步。跑步是门槛最低的嘛，对吧？出去就能跑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场地，没有装备，装备就是你穿的衣服、穿的鞋子那些要求。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二个就是说，在中国马拉松和跑步更多的是一种社交的活动，大家喜欢通过跑步来交朋友，或者喜欢在网上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跑步记录，晒自己的马拉松跑步比赛，就感觉很开心嘛。这是中国的一个晒文化，晒出自己的开心时刻、幸福时刻，还有自己努力的样子吧。然后当然一般男生跑步更多的还是为了追求成绩，跑马拉松为了追求成绩，追求更高的水平嘛，跑出更好的成绩。马拉松里面不是有一个专门有名词叫 PB 嘛，大家都喜欢在社交媒体晒啊，我这次马拉松比赛又跑出了自己的 PB， 就很开心，很有成就感。所以说在中国跑步跑马拉松的社交属性很强，大家都很喜欢晒的目的当然不一样，有的是为了美，有的是为了成绩，不一样。最后一种是什么呢？中国的各大城市也喜欢举办马拉松，就算是很小的城市。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参加一个马拉松，半程马拉松，就是去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小县城，50万人口的小县城，在我老家附近。为什么这种小城市也喜欢办马拉松呢？第一个就是要吸引消费，拉动消费，因为马拉松比赛会带来很多的跑者，而且都是从外地过来的，所以就有很多的住宿、旅游、交通、餐饮之类的一些消费嘛，能带动当地的消费。第二个就是说能给举办城市带来很大的一些名气，就是很多的名声嘛，很多的相当于一个城市名片一样。我第二次、第三次马拉松都是在苏州去参加的嘛。苏州原先的马拉松没那么出名，但是呢，苏州旁边有个城市叫无锡嘛，他们俩竞争的很激烈，而无锡马拉松就很出名，全国就几大马拉松嘛，北京、上海的、厦门的、无锡的，苏州压力就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苏州也要办马拉松，要有一张自己的城市名片，所以基本上就3种情况吧，我自己感觉下来。第一个就是门槛低嘛，没有套路，想跑就跑，随心所欲，很自由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中国的马拉松跑步更多的是一种社交运动、社交活动，大家喜欢晒。第三个就是各大城市也热衷、也喜欢这种马拉松比赛，能带动消费，
又能够有一张很健康、很运动的城市名片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正好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个大的马拉松新闻，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公园的美景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拜拜。这个应该是芦苇，而且芦苇还开花了呢，黄色的芦苇花，之前还没注意过呢。芦苇是长在水里嘛，如果是成片的芦苇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芦苇荡，这个就不算芦苇荡了。它这里只有一小片。好了，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宝藏图书馆。